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立刻关注一下现在这个俄罗斯的高加索港的渡轮是遭到了乌军攻击沉没，然后有17名的船员是获救了。现场看到这个浓烟直窜的画面这其实是发生在22号，就有一艘载运油料的俄罗斯船只遭到这个乌克兰给攻击沉没了，所以现在目前还有2个人是下落不明的情况。另外，乌军也公布了一个画面就说他们用这个集束弹来狂轰俄军的浮桥渡口。那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来，现在目前库斯克的战况的确是在升级当中那这个桥呢是位在塞伊姆河上面的一个浮桥渡口等于说他们俄罗斯临时搭的浮桥，他们又去把它给炸掉了。所以现在的确这个你来我往。那俄罗斯这个乌克兰也首次承认他们是用这个美制的武器去攻打俄罗斯的境内，那包含了像是海马斯的多管火箭系统这一次也是攻打库斯克地区后勤行动的一个部分。那这也是基辅当局首次正式声明中承认就是有运用美国制的武器来打俄罗斯。那我们看到连欧盟也表达赞成他说依据国际法应该是要取消基辅在俄罗斯境内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所以好像现在美国也好或是欧洲也好开始都觉得说放开那一条线，原本说不可以打到俄罗斯也不可以用美制武器，但是现在这些限制呢是一一的松开来。那另外看到美国的媒体爆料就说有一些乌克兰的新兵其实是拒绝开火的，这是来自于美联社他讲法，他说乌军的指挥官说有一些新兵他们是拒绝向敌军开枪的，因为也不太会拆装武器，太多年轻人被逼着就这样上战场了，所以连一些基本的一些协同战斗动作其实都有困难，甚至还有一些新兵就直接离开了岗位完全放弃作战。那这会是一个暴风雨前的宁静吗？因为接下来乌克兰的独立日就已经倒数计时快要到了，接下来这几天就是在独立日之前这几天可能会有来自俄罗斯的无人机或飞弹攻击，他们说这个几率会增加非常多。那中国驻乌大使馆就提醒这空袭在内的这种安全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现在呼吁中国大陆的一些民众不要前往乌克兰，因为这可能战争正要升级就在这一个独立日之前，就是最危险的一个时间点那泽伦斯基他现在去视察了苏米州。我们看到普京就有提到他就提到就指控泽伦斯基，就说试图攻击一座位于库斯克境内然后跟这个爆发战事的这种俄罗斯的边境其实大概只有相距50公里的核电厂，所以他就说你怎么会意图来攻击我们的核电厂呢？当初我们去攻击你们的时候其实都还避开这个核电设施，所以如果你要这样子直接去攻核电厂恐怕又要再触动到俄罗斯的一个这个敏感神经就是你现在开始做一些更危险的攻击跟反击那 CNN 他们现在进入到一些乌克兰他们掌握到的一些区域，那也是惹怒到了俄罗斯那他们说这是库斯克这些领土不可以是CNN 记者进来的地方。那我们看这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他们讲，这些记者已经在乌军控制的库斯克州这边拍下了一些新闻画面他们马上会被列入到国际的通缉名单，就是说哪怕乌军已经去到这些地方，但是他们认为你 CNN 记者还是不应当来到这属于他们认定的俄罗斯的领土之内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目前中国大陆这李强他也是跟白俄的卢卡申科见面因为现在目前白俄罗斯也是遭到了西方国家制裁，那他们现在就是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有签署一些自贸协定，比方说像是服务业或是投资能够根据这个自贸协定来更加的往来上面更加便利。那他们说未来的5年之内对华出口将会上升15%，也希望能够吸引一些中国大陆的一些资金来投资至少上升30%。那李强讲了，他说中方其实也跟白方愿意是这样子来携手合作，来落实2国元首重要的共识那来增加一些战略的对接。那现在目前呢，白俄罗斯也是回应就说感谢中方对于白俄的经济
的一些发展上面的帮助啊，比方说像是经贸啊、农业啊、科技这些领域哦，都有很显著而直接的一些合作的提升。那李强也跟这个白俄的总理啊戈洛夫琴科来进行会谈，他们说其实现在这个贸易额哦，已经是30多年前的140倍，那2023年甚至已经达到了550亿元哦，所以现在白俄罗斯虽然也是在这场战争当中哦，可能也是配合俄罗斯要提升这个战备的一环，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希望说在他们的这个自贸协定上面能够跟中方有更深的绑定。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美国现在的确是已经放开了乌克兰的种种限制，让他们放手一搏了嘛？我觉得指标还有2个啦，一个就是那个 ATACMS 啊，就是陆军战术导弹，可不可以打库斯克？哦，目前是只准他打克里米亚。那第2个就是 F16 可不可以加入战争？因为俄罗斯之前有提出警告嘛，说提供 F16 的就是丹麦跟荷兰哦。普京不是有讲一段话吗？说欧洲某些人口稠密的小国，你就给我注意了。所以事实上这一次那个坦克是英国提供的，那比如说德国也有提供豹一坦克，对，那结果俄罗斯就警告德国，因为库斯克是2战的时候苏联跟纳粹的坦克大会战的战场，那勾起了他的历史回忆啊，所以他就警告德国说，我如果发现库斯克有豹一坦克啊，我就直接打柏林。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一场战啊，这个有一些地方我们真的不知道俄罗斯会怎么回击啦啊。第一个就是他把库斯克这个战争定位为恐怖袭击哦，不是俄乌战争哦，他把它定位为恐怖袭击啊。然后你去看普京最近不是去那个北奥塞提亚还有车臣吗？然后在北奥塞提亚，他不是去那个贝斯兰那个学校，普京是跪下来五体投地啊，就是悼念那些罹难者。对，实际上当年普京做这个动作，结果就决定报仇到底，结果那个车臣就是杀害他们的那些恐怖分子，就是被追杀到最后。所以这个动作是不是意味着他又说库斯克就好比库斯兰的那个贝斯兰的那个恐怖袭击啊？所以我认为普京恐怕回击的力道会蛮重的啦，就是他就觉得你就是恐袭，然后打到俄罗斯境内啊，所以为什么才会传出就是明天嘛，8月24号，乌克兰独立日，很可能乌克兰的重要的城市都会被攻击啊。那目前当然大家的瞩目的是基辅嘛，还有奥德萨啊，这个美国已经提出警告了啊。那接下来当然也包括，因为俄罗斯的那个炮兵啊，火炮部队已经集合了。那因为那个我们说那个苏贾那个地方啊，就是乌克兰现在占据的那个1100多平方公里那个地方，那是丘陵地啊。你用空军去炸，那比较容易躲啦，所以他火炮部队到了之后，可能就会开始滥炸。所以而且他也搬了 FAB 1500公斤的炸弹过来了，所以我认为反击即将开始啊。而且他目前都是打他的补给线啊，就是从乌克兰苏梅到苏贾这一段路啊，那苏梅也被滥炸。我认为啦，就是俄罗斯这次的反击，他会仅止于把乌克兰的军队赶走吗？还是会继续往前打？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顿涅茨克那边的东部战线，目前俄罗斯大概也快要把红军村给围起来了啊。那红军村如果真的也沦陷啊，那我觉得未来乌克兰就不太妙了啊，等于是俄罗斯从北方打下来，然后又从东边打过去，那乌克兰怎么办啊？那这个可能还会联动到拜登政府啊，还有贺锦丽的选情，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到9月中会比较明朗啊。可是目前你看到乌克兰在炸桥梁啊，就表示他已经改成防御作战。
不然照理讲他应该一直打出去才对啊，所以你这个突袭变成防御的时候，那接下来就是打消耗战哦。那这个地方乌克兰消耗战能够撑多久，其实真的是不无疑问了。好，来请教赖老师。这次我们看整个局势啊，有在外溢的一个情况啊。我相信中国大陆跟美国彼此之间的政治军事的情报并没有相互分享，所以是美国在做政治情势跟军事情势的判断，大陆也是在做，可是他们却不约而同的都感受到这段时间，也就是明天啊到后天，在乌克兰的情势可能会比较危险啊，所以都已经在呼吁说，本国的公民不要到乌克兰去。对，在乌克兰的公民如果能够走就走，如果真的不能走，就要寻求紧急避难。那也就是说，一定要到这个防空洞啊等等的地下室啊可以避难的地方，要寻找这个避难的方式。那这个都已经发出不约而同的两大国都已经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这代表什么？而且不要忘了，李强刚到俄罗斯去访问，那我们必须这样推论。就是李强也应该有跟普丁或者跟相关的人有谈到有关于乌克兰的情势，那么到白俄罗斯也可能嗅到这个不寻常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啊，所以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会在这段时间跟美国刚好几乎是同时就发布，我觉得这代表乌克兰的局势确实是比较紧张了。那普丁前段时间去高加索，其实是想先稳住高加索这个地区。免得美国在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这个地方去挑起他们之间的矛盾，然后把这个矛盾那么烧向俄罗斯的境内，然后就另外开启一个账单。所以他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是有稳住这个地区的功能跟作用，而且也把车臣，因为这个都是跟车臣他们都连在一起，全部都在高加索这个地区。那当然他的这一下跪我们看到今天俄罗斯的驻美的大使他就已经有讲了，他讲得很明白，说普丁已经下定决心了，对于所有入侵俄罗斯的这一些相关的人员，这也包括了泽连斯基陆军司令，还有他们的所有的指挥官以及外籍的佣兵等。我相信俄国现在的情报单位开始在收集这些外籍佣兵他们本身的这些资料跟身份的识别，因为他谈到了说所有的相关人员都会受到严惩，这个严惩的意思也就是终身追杀到底我想这个态势已经摆得很明白，那也就是目前的局势已经开始推。那大家在问的是，那明天后天如果开始反攻，或者说开始会怎么打？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原本双方所谓的双方是俄乌跟俄国跟北约有个默契，战场在乌东这个地区，但是现在很明显的乌克兰已经打入俄境了，而且欧洲北约的武器也可以使用在俄罗斯的境内。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讲，那这样子情况下就没有框架了，没有框架打开了，打开了以后，那当然明天对于重要的战略城市的轰炸攻击，那这个可能就在所难免的。对于欧美的放在乌克兰的这些大型的军事基地，还有它的武器的弹药的堆放地，那么进行更猛烈的攻击，造成更多的外籍人士，也就是外籍佣兵的死亡，这也可能就在他们的框架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局势是摆的是已经很明确了最后一个我觉得要谈到的就是李强到白俄罗斯去，我觉得他有几个任务。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到白俄罗斯的投资事实上是增加很多的，那他必须要确保他的投资，也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的投资要得到保障，确保这个一带一路，因为一带一路在欧洲线这个部分里面是从俄罗斯经过白俄罗斯进入欧洲的，他要确保这条线必须要能够畅通安全那么也就是说不要被中断。我想他这一次去白俄罗斯，除了强化跟白俄罗斯双边的贸易再往上提升，然后强化彼此之间的投资以外，也要保障中国的投资的利益，那么不能够受到损害，那么也要确保这个一带一路的连线不受到伤害我想这个是目前李强在白俄罗斯他去的话，
它有它的功能。好，来问一下将军。那这一次乌克兰他跨境作战到俄罗斯的库尔斯克过去，我认为他有点感觉到就最后一搏的感觉，因为他现在就算是占了1200平方公里的这些俄罗斯的这些方面的领土，但是他能够确保，我认为难度是相当高的，因为他在那个平地跟丘陵地带这方面的掩体是相对有限的，因为这个空旷开旷的地区啊，要能够确保战力是有它的相当的困难度。现在如果是俄罗斯大量使用的就是集束炸弹，就子母弹，以及它的这个油气弹，就是云母弹，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会造成乌克兰跨境作战的军队非常大的损失。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都在切断对方的补给线。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他把他的这些重要的连外的桥梁把它炸断。同样的，俄罗斯也对乌克兰跨境作战的后方的补给线也给它做切断。那大家谁能够保持补给线的畅通，也能够迅速恢复补给线的这方面被对方所造成的这种破坏，我认为这是个关键，因为这个跟后续战力的发挥，跟后续的这些武器前运这一方面是有相当关键的影响力。那我认为乌克兰在这一方面呢，他要决定有两个关键呢，是决定了乌克兰后续的战力。第一个，这个乌克兰所获得的 F-16战机啊，它的火力资源的多寡，它能够在这个地方如果能够对当面的俄罗斯的这些上来的这些作战的部队啊，能够造成它密接支援作战，在这一方面对俄罗斯的这些军队或者是它的弹药库、后勤的设施造成重大的破坏的话，那这样子对乌克兰在前线库尔斯克作战的这方面的战力的这种耗损，可能还没那么严重。但是我认为，毕竟 F-16的这方面的这个所能够发挥的火力是有限的。第二个关键，我认为是补给线畅通的确保，因为双方都在切对方的补给线。到目前来看的话，俄方恢复补给线的这方面的能力是相对比较有利，因为毕竟在俄境他自己在当家，在这一方面他有地利之便，所以恢复补给线俄罗斯会比较快。但是乌克兰在这方面，因为它是强弩之末，想要恢复它的补给线的畅通，乌克兰是有困难的。所以这个仗打下去的话，乌克兰虽然做最后的奋力一搏，但是我认为他所能够得到的战略的效果是有限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是不是在拱火这个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的矛盾哦？看到了共同社，他就想说，这个日本政府相关的人士消息报道称这个中国大陆呢，他们这个有一名男子已经被这个中国检方以间谍罪起诉。也就是说，日本政府现在打算继续跟中方交涉，然后寻求早日释放，因为他们就怀疑说，这个日药企的员工他其实在北京这边就被怀疑说是不是间谍，所以现在已经被抓起来，被捕了1年半。那现在只能这种双方沟通啊，就是在挑起双方的一个矛盾哦。那再来就是大家关注到说，在 NHK 里面有一个这个中国，就是等于说中方的中国籍的一个播音员，他在 NHK 脱稿讲说，钓鱼台是中国的领土哦。那当然，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不接受这一番话；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可是问题是，NHK 没有办法容得下这一句话他甚至还用英文喊说“勿忘南京大屠杀，勿忘慰安妇”这件事情，然后最后也是被这个电视台后续可能有一些惩戒哦。那再来这个与美国合作开发这个无人舰艇，现在日本呢也打算在东海来部署幽灵舰队来对抗中国大陆。美国之音就讲说，随着日本2024年他们现在目前的研发预算已经超过了1.6亿美元，那现在海上的船舰的研发重点是要转向能够利用这个潜舰导航技术侦测威胁，还有搜集情报的战斗支援型 USV 这样的一个战略举措呢，是说因为你们中国大陆常常会来到这个尖阁诸岛，也就是钓鱼台啦，所以他们就讲说，我们现在要开始积极部署这个幽灵
舰队来跟你做一些对抗哦，所以日本也一直以为就是这个钓鱼台是他们的，但中国大陆当然是不接受这件事情哦，因为没这种事。那再来我们看看太平洋这边的这个太平洋之龙军演，那这个其实是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他们20号的时候就讲说，在夏威夷海域举行的太平洋之龙24哦，多国联演已经顺利落幕了，包含了像是美国、日本、澳洲、韩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这些地方，就是这些国家7国的舰艇哦，来进行一些合作，而且模拟了一些弹道飞弹啊，这相关的一些执行侦测、追踪啊，还有拦截哦。他们现在说这个演习已经圆满的落幕了，那感觉上面这种种的动作，就是好像要挑起现在这个你是第一岛链嘛，要去跟中国大陆做一些对抗，就是美国一直在拱火。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们没选，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要对抗中国大陆。作为他们的一个主轴哦，那现在民主党大团结，连这个 Beyonce 也准备要来挺这个贺锦丽啦。他说接下来可能会登台助阵哦，来替贺锦丽拉一拉人气。那现在目前贺锦丽的民调哦，也是领先了川普。根据呢，就是这些现在目前的民调，还有一些可靠性的一些加权哦，贺锦丽在全美平均大概领先川普3.3个百分点，大概支持率是47%。那川普的支持率目前只有43%。所以现在有可能，这个新闻周刊讲，有可能会看到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快要出现了吗？那贺锦丽跟民主党现在目前的策略哦，就是不要这个被迫对川普的每一次挑衅动作做反应，也就是说，好像淡化川普的种种出招啦，就是现在他们的一个就是好像棉花般的战略，你出招我就跟你打太极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那特别是强调说川普的种族主义这些言论哦。他说，与其集中精力去跟他在那边对抗啊，不如呢，就是跟选民多加的沟通，跟选民有共鸣。那甚至呢，反过来塑造说，川普只是一个卑鄙的骗子哦，只关心自己和自己的亿万富翁朋友们。那再来。川普现在是不是要赶快用一些更激进的言论？他要讲说啊，如果呢这个贺锦丽当选的话，这个世界要着火啦，因为第3次世界大战就在边缘。就是拜登跟贺锦丽哦，现在是把美国推向了世界大战的边缘。只有他获胜之后呢，才能够为世界带来和平，而且还强化这个美国的军事力量，来打造21世纪的武器库啊。所以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矛盾哦，就是又要和平又要打造武器库，而且呢，现在还有人说要威胁，还要有这种暗杀行动哦。那川普就讲说他能够理解，他说因为呢，如果是我当选的话，对坏人来说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讲的他是正义的一方哦。那现在目前扬言说要这个刺杀川普的人，现在已经遭到了通缉了。那另外看一下小罗伯特，现在共和党也是要展开一个团结的这种誓师啊，就是说他要退选哦，可能也会影响到说接下来的这个票数的集中，看看能不能让这个川普更加声势往上一点，跟这个贺锦丽的距离哦，就是可以再更加拉近一些，让他现在目前逆风的状况稍微再扭转一下。那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呢？我觉得贺锦丽，民主党全代会应该叫利多出尽啊。哦，利多。那接下来通通都是利空啊。哦。大概除了泰勒斯站台之外，那其他都是利空了。比如说他的经济政策，他的经济政策才刚公布一点点，4年补贴1.7兆，然后价格管制，这个争议都很大。他并没有像拜登那种什么晶片与科学法案，你要不要继续啊？不知道啊。那缩减通货膨胀法案，你要不要继续啊？不知道。所以他事实上就是因为跟拜登连在一起，所以他不能承认现在有通货膨胀。所以你看他的竞选口号叫降低生活成本，降低生活成本不就是降低通膨吗？对啊，他就是不能承认啊。可是你要降息耶，降息接下来通膨能够减少吗？那未来2个月就见真章，这是第一个了啊。那第二个就是9月10号要辩论啊，那他就祈祷9月10号乌克兰不要陷入一个败退的状况，不然川普一定狠狠修理你，因为大家都知道乌克兰战争就是拜登的战争嘛，这个就是你自己惹到今天的嘛，不然
中间有好几个机会是可以和谈的嘛，就你自己造成的嘛，就你现在收不了尾啊，所以我认为还有那个内塔尼亚胡那个强硬的样子，9月中大学就恢复上课了，所以这个对贺锦丽也是麻烦事了。所以我简单讲叫做经济跟2场战争都是他的变数。而且我认为他的利多最高就是那个全代会了，之后基本上很难的啦。那川普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认为他有一点慌然后口不择言到让人家越来越讨厌比如说昨天他竟然用人工智能假造出一群泰勒斯的粉丝，说他们支持川普，这个简直是匪夷所思啊！因为泰勒斯怎么可能支持川普？结果川普竟然把那个假造的照片贴在自己的这个 True Social， 说我知道，怎么有人无耻到这样呢？然后他今天又贴了一个，说他跟 O.J. Simpson 在踢球啊，然后 O.J. Simpson 说川普是他见过最优秀的球员，然后还很感谢川普跟他一起玩球，因为他是黑人。川普自己写的啊，我觉得他已经有点疯了我觉得候选人会写这种，大概你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觉得他对贺锦丽，我觉得如果是纯粹就2个人之间的对打那贺锦丽比他要沉着了贺锦丽其实这个选战打得不错那贺锦丽的问题是会卡住拜登，就是通货膨胀也是你没有解决的，2场战争也是拜登没有解决的，那他会受到连累可是如果论候选人对候选人，那川普是表现得越来越糟糕。好，来请教赖老师。在大陆，他们起诉或者逮捕的外国的间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冤案所以一般来说，他们被大陆所逮捕的这些人，基本上都冤枉不了他们也逃不了。你看美国在上海搞那个事件，还有在香港搞的事件，很多都被抓了嘛。你看现在拜登跟布林肯他们讲话多温柔吭都不敢吭一声。我想日本这个也没有什么用，因为通常都是证据都非常的明确一般来讲，间谍你要不就是让他关完，然后释放回去，要不就是交换嘛一般来讲都是这样，其他的办法都没有。但是有关于 NHK 的这个大陆籍的员工目前来讲NHK 他是谴责嘛，然后他已经被 fire 掉了21号被 fire 掉。但是在野党的右翼的极右翼的这些军国主义者，他们要求要对他在不能够这样子轻松的就放了他一马，所以要求要用刑事来起诉。现在 NHK 在思考要不要对他提出刑事的诉讼，但是问题就在于怎么刑事诉讼然后他说要提出那个损害赔偿，那这个问题是怎么样来计算损害赔偿等等的。我想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很明确的我们看到了，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对于这个有关于靖国神社的事情因为他这一次为什么会对于这个事件会有反应，就是靖国神社它原本是日文的嘛，然后它要变成翻译成为中文的报道，而这位中国大陆籍的他是要用中文来讲这个新闻，你要他怎么去讲靖国神社就是他讲不出来嘛。他当然知道靖国神社供奉的是战犯嘛，是屠杀中国人的战犯，而且也屠杀我们台湾几十万人的战犯，这些人是本来就应该是要被谴责的。那他要他怎么讲？他当然要告诉你，钓鱼岛不是你日本的，而且当然要告诉你，南京有大屠杀，为什么会有这个战犯？就是因为南京大屠杀嘛，有慰安妇嘛，有731的部队嘛。不过讲到731部队，美国其实要负一部分的责任了。对，美国有责任要对于这些人要起诉的，然后到今天为止不肯吭一声，然后只为了图那些研究的资料然后就放了他们一马，这简直是可恶至极啊！我觉得贺锦丽的选举事实上
所有的媒体现在都在问，而川普我觉得他打的问题是对的，他问说你的政见是什么？到目前为止，贺锦丽还在回避他的政见。我个人认为2个多月以后，还有2个多月，贺锦丽回避不了他要提出政见的。他目前为止都在回避，还能够9月10号就要辩论，对，还能够回避多久？所以我觉得贺锦丽刚开始，当他开始推政见的时候，可能就是开始那么有争议了，有批评、有攻击的时候，可能他的神话可能就开始往下掉，就不能再打哈哈了，就不能再笑了。好，将军。这个主权的问题一向是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尤其是钓鱼台。那钓鱼台这个有时候这个一浮上台面，这主权争端了，很容易这个变成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一高涨之后啊，民族情绪就来了。民族情绪就来的话，这个中国大陆跟日本这双方就搞不定了。那不管是这个外交的关系或经济的关系，甚至双方的这种旅游、观光的关系，都会造成一些非常敏感的变动。所以他认为这个钓鱼台的问题也是一个会持续被操作的一个话题之一。因为我们来看川普，那川普我认为川普现在打一个救急牌我认为是稍微早了，因为川普他应该不要那么早打，这个边际效益一下就会消退了。我认为川普在这个时候他应该先打经济牌，因为经济牌是贺锦丽的短板，要针对弱点、针对短板来打才对啊，不要那么早就来打这个战争牌。战争牌，俄乌战争跟以色列的跟巴勒斯坦的冲突还在持续当中，到后面打反而造成他选举的效益会比较大。那现在这个川普急着打，我看不出来他这个有什么好处。他现在打经济牌，因为现在美国一个来看，美国现在是高利率，一高利率了就低投资，低投资的话，造成美国这一方面的家户所得或者是家户所得会受到影响。那美国的月光族，美国的这个躺平族也就会变多。那这样子的话，打经济牌是很好操纵的。那这个是川普为什么在这一方面不发挥呢？我认为现在把这个战线拉长，先打经济牌。第二个，美国的国债现在已经突破35兆美元，就是35万亿的美元，这是非常严重的。那这样的话，这种包袱都会在这一代跟下一代都要去面对这个国债那么巨额的国债要怎么样去处理，要怎么去面对，而且它的国债的累积的速度在这个 Joe Biden 这4年当中一直快速增加，那失控，那他可以讲是因为战争的关系，但这个失控的速度太快了。那第三个，我认为打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最好打，因为现在美国的贫富差距达到180倍，就是最穷的跟最有钱的人，他的平均的所得是穷的这20%的180倍，相当严重。这个贫富差距那么严重，50%的人就是低所得50%的，全部50%只占美国2%的财产，还有所得。你这样的话，穷的人太多了，那穷的人选票就来了嘛。所以我认为川普应该先打经济牌，再打战争牌。太早打战争牌的话，反而容易失去了重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现在黑神话悟空已经掀起了现象级的狂潮已经连续3天在 Steam 上面的线上人数都突破了200万人，而且每天都在新增更高的一个记录从220万、235万到昨天是241万，同时在线的这样的一个游玩人数而且还没完人家讲说这个周末是他发行以来，因为他是星期2发售的嘛，还没有遇到周末假期，有望人数再创新高，而且他现在目前已经在18个语言区就 Steam 它有这个18个语言区，已经有超过这个90%都是好评特别是在像是这个意大利语泰语、西班牙语、简体中文不意外嘛，那好评区甚至达到了97%的这样的一个平等。那到底人家讲说黑神话悟空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它其实不是真正的西游记它是这个齐天大圣孙悟空已经成佛之后，他想要放弃佛位回到花果山
山要退休，但是天庭派出了二郎神阻挡他的退休之路。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精彩内容。杨兄弟，你放心，待会儿我只拔下你额头上那颗眼睛尝尝鲜，其他2颗先给你留着，我让你亲眼看看我是怎么杀光天庭每一条狗的。这里的，上面的，还有刚刚那条黑的。这其实就是第一关的内容，这被我们稍微剧透了一下。他就是因为这样子被这个二郎神打成了6根，然后这个任务就是要把6根恢复起来，让这个悟空复活，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展开来，所以算是一个延伸的故事。那我们来看看，它其实这一次让大家看到了出圈的是悟空出海的是中国文化。那特别里面还把我们很熟悉的往生咒做成了他们的主题曲，让外国的网友听到就觉得说哇，太讶异了。我们现在听一下这个原始的这个往生咒在这个游戏里面出现的画面。阿弥陀佛耶，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耶，南无阿弥陀佛耶，南无阿弥陀佛。对，就是把这样中国风的这样的歌词，甚至是乐器，再融合西方的这种旋律，人家讲说，哇，这个听完之后就感觉整个是让人灵魂出窍的一个 BGM 嘛。那甚至连外国的网友听到都是非常惊叹，有非常多在网络上面的分享，我们来看看。Do those things give you more health or something? Bro, I'm loving the music. What? 我们现在大荧幕上面看到，就是上百位的这些外国网友看到我们刚刚看的同一段影片，然后一到那个主要这个南无阿弥那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哇，一片这个画面上都是大家很赞叹，就觉得怎么可以把这个中国的文化融上这个西方的这种音乐旋律这么的洗脑，这么的让人家觉得感觉震撼那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还有很多的原创歌词都是这一个黑神话悟空的制作人冯骥亲自去填词的。那他就是填词之后呢，把一些中国文化通通写到这个等于说游戏主题曲当中。那当时为什么会选《西游记》呢？他其实专访的时候也有提到，我们来听听。就为什么会选《西游记》是吧？那我们做西游题材不是在考虑它是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它是不是过时的，而是首先想我们自己想到这个题材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激动的感觉？比如说，我觉得，中国的神话或者这种东方的，但是仍然带有魔幻色彩的这些内容，我们觉得以前的还不够，它好像还没有达到我心目中要达到的那种境界。我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呢做得再好一点？对，所以现在很多的大陆网友在讲说，我们要打造自己的中国漫威世界黑神话《山海经》、黑神话《水浒传》，甚至黑神话《三国》那韩国网友这时候还要出来蹭就说，这是我们韩国文化，结果被谁怼？被日本网友怼就说关你们什么事情啊？那难道这个什么祖籍吴承恩祖籍是韩国这种话都讲得出口吗？他就说，我相信中国这个《西游记》是中国的，那所以反而就是还有一番这个论战。另外呢，就连这个大陆的一些游戏产业全部通通都跳出来说，这是整个花果山的希望，等于是已经带动了大陆的游戏产业跨上了3A 的领域那这当然这背后还有这个腾讯其实对于这个游戏科学也有一些持股跟一些助力那我们看到这次还有一些动画上面技术的展现，就像我们看到很多悟空或角色，他们是有这样动捕演员去这个捕捉他们的神情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样栩栩如生的，甚至连里面大家很难的一个 BOSS 叫做虎先锋，结果说原型是猫咪，然后很多网友在讲说原来是猫咪那我感觉不怕它了，就是把我打到败北的就是这几只小猫嘛。甚至还有主播坚持27个小时的直播收入了85万人民币，所以已经有一个黑神话悟空的经济学，周边也是这样子。昨天这个人偶礼盒一上线1分钟卖光光。对，我们来先问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这个黑神话悟空的现象？不是人偶啦，公仔啦，公仔。那个台湾没有人买到对，台湾有，我有一些游戏的玩家，他专门收集公仔，他第一时间下单就买不到
秒杀。秒杀。我们的网络连过去比较慢。而且那个价格还不低耶。那这个我们要向中华电信抗议，说你的网络不够快。不是啦，因为大陆就这么多人在买，对呀他好像只做1万多套，没错。但是限量，现在是典藏版呐。哦，那他以后可能会再做啦，可是那个价值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啊。那一大盒要1998，不便宜啊，人民币。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啦，就是因为大家还在震撼这个第一个产品就做到这个等级了啊。那因为我是已经看了非常多的影片了啊。那现在也赶快希望有人写出攻略了啊。有 B 站已经开始有了，是吧？因为他是故意没有附地图啦，对，所以有一些这个小白会迷路，你知道吧？对。可是我是觉得，因为很多人在玩，就会提供经验。那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啊，他一定会鼓励了非常多人来投入啊。你去想一想，这个我说冯骥了啊，游戏科学成本才4亿人民币，那第一天首发就赚了15亿人民币啊。那当然你要给那个什么 Steam 啊、PS 啊要有佣金啊，可是基本上已经完全回本了。那我还没有去算他的公仔的收入，周边所以我觉得这个会鼓励很多人投入了，那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题材就会开始出现啊。那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实际上他们就讲说这是一个蓝海产业，因为单机版的，而且是3A 级别的，那这个中国大陆真的是第一个跨上了3A，那它可以跨上电影，可以跨上音乐产业啊，那还可以跨上我们讲的衍生出来的各种商品啊，那这里面就会有很多，我觉得这产业非常的大了，对，所以我是觉得，所以连央视都帮他宣传嘛，对不对？我觉得这就是他看到了一个新的产业的开头那未来这个当然了，这个以中国的市场的规模它事实上一定可以，未来搞不好它还有自己的平台了，你就不一定要到 Steam 去上架了，那个叫国际版那国内版可能自己就可以先弄一个，所以我是觉得大概大家是从这里在兴奋说这个有志者事竟成而且一开始的品质就拉到这个级别，让各界都完全几乎大部分都是肯定的这样。所以人家讲说大陆的游戏可能要在这个3A 领域开始下饺子了。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怎么看？它就是一个里程碑了因为也就是说3A 一旦跨入这么的成功，那它就会激起更多的这些独角兽的公司，还有更多的这些专家或者这些人就涌进来了。我觉得这个大陆他们要做，他们就要做到最好。讲到这点，我就感受到一点，我讲一点政治。以前我们在台湾我讲是从蒋介石一直到蒋经国时代，我们在台湾，我们都认为我们是中国人。其实那时候广大的台湾人都认为是中国人。一旦我们认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做任何东西，我们就要做到最好，要做到最强，要做到最大。因为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世界第一嘛。所以我们当时觉得要到国外留学就要读到最好，然后我们要做凉椅就要做到最好，我们要做塑胶就要做到最好，而且要做到全世界最好。其实当时台湾的企业家或是学者或者所有的各行各业都觉得说，我能够我就要把它做到最好。那其实那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世界第一，所以有这个想法。可是开始你去中国化、本土化以后，台湾就变得小小的就开始讲小确幸了，就好像小日本一样，就开始讲小确幸，像苟且，反正我们小嘛，那么小，然后就没有企图心了。我觉得这个想想，你看为什么我们的企业，我们的都以前发展的好多老一代的，因为他就是中国人。那当他失去了中国人的，就说我不想是成为中国人，我成为台湾人的时候，他就变得小小的，因为就是3万多平方公里的一个地方，2000多万人那么小，然后就自己就开始做小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悲。其实我们应该要恢复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身份，就是你看大陆现在的企业，它华为或者任何电动车，它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对，它要开始摄入了，它成功了，它就要做到最好。现在3A 也是
他要做，他就要做到最好。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因为未来就开始会一直有资金、有技术、有人才涌进来了，那他们就要做，就是做到最强。那不要忘了这个游戏啊，就是黑神话悟空，它不只是游戏，其实你不觉得它里面有哲学在里面，有中国人的哲学在里面，有它的价值观在里面。所以为什么好看？它除了故事好看、好玩，而且漂亮，而且美丽，而且不要忘了它还有很多的道理在里面。所以它事实上是我们讲的中华文化的元素，就是因为它有一些态度，有一些价值观，有一些想法在里面，所以玩家他可以从中感受到他跟他是互动的。您刚刚讲到的那个歌曲，就梵音的这个歌曲，你不觉得它有摇滚的，而且那个摇滚就是你会自动跟它的旋律走，所以当它在中间闪电的时候，它其实那个旋律都还在哦，对，而且是接得刚刚好，这代表什么？每个细节都考虑到，都做到了。那当然有世界的共鸣的声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声音、共同的元素，当然就会受到欢迎嘛。对，所以让这个中国文化出海了。我们来问一下将军怎么看？这黑神话悟空啊，这个游戏能够开发成功，我认为归结它有一个重要的元素是神话，因为神话容易让人家去想，有想象的空间，有幻想的空间，有一种这个前瞻的空间，就好像英国的哈利波特，那也是个神话，大家有想象的空间，跟实际上跟现实社会是有一些差距的，你这样的想象的空间就扩大了，而且也有文化的背景。大家想到悟空，大家耳熟能详，就会想到《西游记》。当然，它跟《西游记》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有想到悟空，哎呦，大家好像，那我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跟《西游记》既然又有差异不一样，这个好奇心大概就会来了。那这样子的话，它会有一些良性的热潮就会出来。这种浪潮出来之后，大家就会到底怎么回事？如果你不去了解、不去关心、不去参与的话，好像就落后了，好像就没有跟上这个潮。跟上这个潮走了，大家就会有这个兴趣。但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这个热度还要再继续要开发新产品。我认为是不是他们其他的，比如说那个《水浒传》，金圣叹那个《水浒传》，是不是有将来这个总是这一个黑神话，总是它会扩张到任何产品都能够扩张到一定的限度。它是有3部曲，就会有这样嘛。但是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来一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水浒传》，或者是皇帝大战蚩尤。这样有没有这种可能？因为这是4000多年前、快5000年前的事情，太多素材，大家容易去想了，那容易就开发了。这个一个接一个就开发。我们知道那个魔术方块啊，大家以前的时候，几十年前大家很喜欢迷那魔术方块，磨之后没有开发新产品就没了。那打那个电动玩具那个俄罗斯方块，大家也这么打，一直消退，打之后，它也是那个模式没有再创新。俄罗斯方块那个也就结束了，就没有了。就变成这样子，被其他后来所取代。所以我认为这一个游戏开发成功，它的神话的背景跟文化的这种背景在里面了，然后2个交相运作，然后产生了这方面的吸引力，让年轻人甚至让外国人对得很好奇，就过来看一看。那